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海外戰績炸場，國產劇熱度榜雙平台一關一亞，這波破圈太硬核。肖戰這次登頂，評論區秒變慶功宴，鑼鼓喧天。說句實話，我盯着那份海外熱度榜看了半天，第一反應不是肖戰真牛，而是這榜單太會挑日子了。2026年8月，暑期末尾，各大平台正籌下半年的 KPI 呢。一份國產劇海外熱度 TOP 榜砸下來，肖戰帶着《藏海傳》在雙平台拿下一關一亞。數據擺在這兒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，這數字比什麼破圈頂流的形容詞都硬核。但看到這裡，我倒是覺得，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肖戰能不能打，而是這份榜單背後那套熱氣騰騰的出海邏輯變了。以前我們聊國產劇出海，張口就是《甄嬛傳》被翻譯成宮廷裡的女人們，閉口是《琅琊榜》在北美華人圈封神。那時候的出海，靠的是作品厚度和文化新鮮感，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被動輸出。現在呢，《藏海傳》登陸190多個國家和地區，靠的是肖戰這張全球通吃的臉，以及他背後那套工業化到極致的粉絲經濟引擎。這玩意兒像極了中國新能源車出海，不是靠情懷，是靠產業鏈碾壓。素材裡有一句話特別有意思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。我猜寫稿的編輯也被這熱度震了一下。但咱的掰開揉碎看，《藏海傳》在雙平台的一關一亞，一關是哪家？一亞又是哪家？素材沒細說，但從目前情況看，大概率是 YouTube 和 Netflix 或者某個區域性流媒體。肖戰的厲害之處在於，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演員，他是行走的流量包。他在國內被罵流量咖罵了多少年，結果在海外，正是這層流量成了破冰船。歐美觀眾哪懂什麼肖戰演技派的爭論，他們只看到一張帥臉，一段高燃打戲，一部服化道拉滿的古裝劇，然後就入坑了。這就像老外吃中餐，第一口都是左宗棠雞，誰跟你較真正宗不正宗？不過，我真正想說的是，這份榜單把《藏海傳》和許我要演大鳳打更人放在一起，本身就是一種雙標。你看大鳳打更人，那是男頻爽文的天花板，許七安那張嘴，把東方智慧和市井氣全帶出去了。許我要演呢，聽名字就是都市情感大戲，主打一個精英人設全球化。這三部劇放在同一個榜上，就像把《教父》《老友記》和《變形金剛》擺在一起比收視率，熱鬧是熱鬧，但維度完全不同。《藏海傳》贏在肖戰，贏在視覺奇觀，贏在古裝權謀那套東方神秘感。它不一定比大鳳打更人更打更，但它的傳播半徑更大。因為肖戰的粉絲會拿着翻譯器去刷評論區，去油管搬運高光片段，去推特上安利。這種自來水式的宣發，是折腰和蠻好的人生羨慕不來的。但咱也得潑盆冷水。肖戰在海外一關一亞，這成績單漂亮的刺眼，可這跟國產劇創作水準登頂是兩碼事。從目前情況看，海外觀眾追《藏海傳》，追的是肖戰，不是《藏海傳》三個字。他們可能看完劇都分不清明朝和清朝的官服區別，但這不影響他們為肖戰的顏值尖叫。這就像好萊塢大片來中國圈錢，你是因為諾蘭才看奧本海默，還是因為原子彈爆炸的實拍場景？大多數人是後者。那《藏海傳》呢？海外觀眾是為權謀燒腦來的，還是為肖戰回眸那一瞬來的？答案不言自明。素材末尾提了一句小乘良方，期待早點見面。這句一聽名字就知道，不是大製作，不是古裝權謀，大概率是個治癒系都市劇。肖戰演這種劇，
等於放棄了自己在海外最吃香的古裝美男賽道，去碰現實主義題材。說實話，我有點捏把汗。海外市場對現代中國都市劇的接受度遠不如古裝劇，他們愛看的是功夫宮廷仙俠，不是小城青年奮鬥史。但如果小城良方能續上《藏海傳》的熱度，那就證明肖戰的破圈不是靠題材紅利，是靠真本事，那才是真正的破圈，比190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硬核得多。看到這裡，我倒是想問問各位，如果小城良方裡沒有肖戰，你會點開看嗎？你是因為劇才關注演員，還是因為演員才看劇？這問題看着簡單，往深了說，就是國產劇出海的底層邏輯之爭。數據是硬的，但人心是軟的。肖戰這次贏了，贏在人帶劇，還是劇帶人？評論區聊聊。